炎炎夏天，狐狸猫约了小树蛙一起到溪边去玩水。阳光下的溪流好漂亮哦！狐狸猫开心地说：“这里的空气闻起来好舒服哦，感觉跟都市里的不太一样哎。”小树蛙也跟着深吸了一口气。真的哎，比起都市里的空气，真的好清新哦。生活在这里的生物真是幸福哎。狐狸猫听完，突然有了一个疑问：前面单元学过，所有的生物都需要氧气来进行呼吸作用，产生能量，但是它们又不像人类有呼吸系统，可以进行呼气和吸气的呼吸运动，有肺脏这个呼吸器官进行气体交换。那它们是如何获得氧气并排出二氧化碳的呢？它们也有呼吸器官吗？呼吸器官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生物体用来进行气体交换的器官，但并不是每一种生物都有呼吸器官哦。想想看，生活在水中的单细胞生物跟构造简单的小生物，它们有呼吸器官吗？它们的构造那么简单，应该没有呼吸器官吧？印象中单细胞生物没有器官的构造啊，这样的话，难道它们不需要气体吗？小树蛙的想法是对一半错一半哦。这些生活在水中、构造简单的小生物，像是草履虫、变形虫、水螅等，它们的确没有呼吸器官，但它们还是需要与外界交换气体的哦。这些小生物，它们没有像复杂的多细胞生物一样，有特定的呼吸组织或呼吸器官，它们只能借由扩散作用，直接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，获得溶解在水中的氧气，并排出二氧化碳吗？是的，没有错。所以构造较为复杂的生物，体内绝大多数的细胞无法直接与外界接触，必须要有特殊的构造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，再运送给体内所有的细胞。接下来看看一般动物是用什么构造来进行气体交换的吧。像哺乳动物是利用肺脏这个呼吸器官来进行气体交换的。大家现在吸一口气，进行一下气体交换吧。那其他的动物也都是用肺脏进行气体交换吗？大家帮狐狸猫想一想，其他的动物也都是利用肺脏来进行气体交换的吗？ A. 是，所有动物都是利用肺脏来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的。B. 不是，不同的动物有不一样的气体交换构造。答案是 B。呼吸器官啊，除了肺脏以外，不同的动物有不一样的气体交换构造哦。例如，昆虫利用的是身体里的气管，鱼类用的是鳃，蚯蚓则是利用湿润的皮肤在进行气体交换哦。我们就来认识这些动物的呼吸构造吧。像蝗虫这类的昆虫，身体侧边有气门，可供气体进出。气门连接到体内的气管，气管有很多小分支遍布全身，有利于进行气体交换。鱼类则是利用鱼鳃在水中进行气体交换。我们在观察鱼类的时候，会看到鱼鳃外面的鳃盖开开合合的，这就是鱼在呼吸的样子。鱼鳃是呈丝状，而且看起来红红的，是因为鱼鳃布满了微血管，可以有效的进行气体交换。像青蛙、山椒鱼这些两生类动物，除了以肺脏进行气体交换以外，它们的皮肤薄，而且表面湿润，布满微血管，也具有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的功能哦。狐狸猫开心地说：原来动物有这么多不同种的呼吸构造啊！明明是不一样的构造，却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，好神奇哦！你知道这些构造为什么看起来不同，却可以同样进行气体交换吗？这是因为它们都有一些很重要的特性哦。这些呼吸构造通常布满微血管，还呈丝状、分支状或泡状，可以增加气体交换的表面积，以及湿润的表面，这些都有利于气体交换的进行。同时，当充分的血液流过这些呼吸构造时，有助于气体的运送。大家听到这里，应该对呼吸器官有更多的了解，那就来考考大家吧。
下列有关呼吸器官的配对，哪些选项是正确的呢？ A. 鱼的呼吸器官是鳃。 B. 鲸鱼、海豚等生活在海洋中的哺乳动物呼吸器官是鳃。 C. 昆虫的呼吸器官是血管。 D. 两生类的呼吸器官是肺脏和皮肤。正确答案是 A 和 D。鲸鱼、海豚虽然生活在海洋中，但它们不是鱼类，而是哺乳类，因此它们的呼吸器官是肺脏，不是鳃哦。昆虫用来进行气体交换的是气管，而血管则是用来运送血液的管道哦。可是植物没有肺脏，也没有鳃啊，那它们是用什么构造在进行气体交换的呢？植物能够进行气体交换的地方其实不少哦。像是前面单元提到，叶子下表皮的气孔就是一个可以让气体进出的通道。类似的孔洞在植物的茎上面也可以观察得到哦。在木本植物茎上面的孔洞叫做皮孔。除了这两种管道之外，植物根的表皮细胞，例如根毛，可以与土壤中的气体进行气体交换哦。所以之前狐狸猫对它生日时收到的小盆栽礼物，每天照3餐浇水，结果差一点害盆栽死掉，就是因为植物的根部如果泡水太久，细胞就会缺氧，无法进行呼吸作用而死亡。还好那时候狐狸猫发现得早，才救回它的生日礼物啊。学完各式各样气体交换的构造之后，大家来动动脑吧。关于生物的气体交换，哪些叙述是正确的呢？ A. 所有生物都需要进行气体交换。 B. 所有生物都有呼吸器官。 C. 气体交换是一直持续在进行的。正确答案是 A 和 C。并不是所有的生物都有呼吸器官，像是单细胞生物就是直接用扩散作用进行气体交换的哦。今天课程到了尾声，我们来复习一下吧。1. 呼吸器官是用来进行气体交换的。2. 各类生物的呼吸器官或呼吸构造，鱼类是鳃，昆虫类是气管，哺乳类是肺脏，两生类是肺脏和皮肤，植物则是气孔和皮孔。3. 水中构造简单的小生物直接利用扩散作用进行气体交换。4. 生物体的气体交换构造的共同特性，大多具有表面积很大、表面湿润和有大量血液流过等特性。你都理解了吗？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